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堂课，表面上讲的是曾国藩，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成年人如何在长期挫败中依然把人生走稳。很多人以为曾国藩成功的秘诀是努力，但如果你真正读过他的书、他的信、他的日记，你会发现努力只是他最不值一提的部分。今天这一课，我们会反复围绕3个词展开：修身、用人、忍耐。它们不是口号，而是一套真正让人在低谷里不崩盘的生存结构。为什么我会说生存结构这4个字？因为很多人到了中年才发现，人生真正难的不是你有没有能力，而是你能不能在连续失败里还保持基本秩序。很多人不是输在一次错误，而是输在第2次、第3次挫败之后，整个人开始乱了，情绪乱了，判断乱了，关系乱了。而曾国藩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他几乎从来不靠情绪决策，哪怕在最狼狈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反击，不是证明，而是把自己先稳住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为了学历史，而是为了学一种成年人活得久的方式。在正式展开之前，我们先说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事实：曾国藩并不是一开始就顺，甚至可以说他前半生的状态放在今天很容易被贴上一个标签，不太行的人。他资质普通，反应不快，说话直，脾气急，考科举一路磕磕绊绊，进官场被同僚排挤轻视，第1次带兵几乎被太平军打到全线溃败。如果你站在当时的时间点看，你很难相信这个人后来会成为晚清最重要的人物之一。所以问题其实只有一个，他到底凭什么没有在一次次失败中被淘汰？答案不是更拼，而是他比大多数人更早看清了一件事：如果不先解决自己，人生迟早会被自己拖垮。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，曾国藩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去改变世界，而是转过头来开始对付自己。很多人一听到修身，会下意识以为是讲道德、讲修养、讲体面，但曾国藩的修身一点都不体面，甚至可以说非常残酷。你翻他的日记，会看到一个很不舒服的画面，他几乎每天都在骂自己。骂什么？骂自己急躁、傲慢、虚荣、好胜、爱面子。他说过一句非常重的话：无性刚扁，屡误大事。翻成今天的话就是，不是环境害我，是我的性格一次次在害我。这句话几乎点穿了大多数成年人一生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太习惯在失败时第一时间找外因，平台不行，老板不行，运气不好，别人针对。而曾国藩是少数会反过来问的人，是不是我哪里出问题了？你把这一点放到今天看，会非常扎心。
很多人不是能力不行，而是性格在反复制造事故。急的人容易坏事，爱面子的人容易走极端，情绪重的人容易毁关系。而曾国藩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，他不让性格继续主导命运。修身不是变成圣人，而是清楚知道自己最容易在哪些地方翻车，然后提前踩刹车。如果你仔细想一想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扎心的现实：大多数成年人其实早就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，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。脾气大的人知道自己脾气大，爱面子的人知道自己爱面子，情绪重的人也知道自己情绪重。但问题在于，知道不等于会管。曾国藩和普通人的差别就在这里，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刚愎急躁，而是他愿意天天面对这些缺点，甚至把它们写下来，反复提醒自己。你把这一点放到今天看，几乎是反人性的。我们现在的环境更鼓励你接纳自己，却很少教你如何约束自己。而曾国藩走的是另一条路，我接受我有问题，但我不允许这些问题一再毁掉我。这就是为什么修身不是自律表演，而是长期自控。当一个人慢慢把自己稳住之后，接下来一定会遇到第二个现实问题，那就是光靠自己是走不远的。曾国藩很清楚，自己不是那种天赋碾压型的人，如果什么都亲力亲为，这盘棋他一定输。所以他把注意力从我行不行转向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：谁更合适？他用人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标准，不迷信出身，不看漂亮话，只盯一件事：靠不靠谱。湘军里有读书人，也有草根出身，只要能扛事，他就敢用。更难得的是，他不怕别人比自己强。很多人当领导，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用人，而是只敢用不威胁自己的人。曾国藩不是，只要你能把事做成，他就愿意把位置让出来，而且一旦用了你，他就真的放权，不是嘴上说信任，而是让你真正参与决策。你把这一点放到现实里，几乎可以解释无数团队为什么走不远。不是没人，而是用错人；不是不努力，而是没人被真正信任。曾国藩非常清楚，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他能容下多少人，而他选择的是不断放大别人，而不是证明自己。你会发现，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喊一句话：没人帮我，但他们很少反思另一件事，是不是从来没真正信任过人。他们嘴上说用人，心里却处处防人，给任务却不给权限，要结果却不给空间。曾国藩恰恰相反，他非常清楚一件事：只要我不肯放手，我就永远只能当一个累死自己的核心。所以他宁愿承担用错人的风险，也不愿意把所有事情抓在自己手里。这对很多成年人来说，其实是一道坎。
因为用人本质上是你敢不敢承认自己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，而一旦你过不了这关，你的人生就只能靠硬撑。但哪怕修了身，也用对了人，人生依然不会立刻顺起来。真正拉开曾国藩和大多数人差距的，其实是在第三件事上，那就是他极其懂得什么时候该忍。很多人一提到忍，脑子里立刻联想到委屈、低头、吞声、认命。但曾国藩的人恰恰相反，他的忍不是因为怕，而是因为清醒。他知道什么时候局势不在自己这边，什么时候硬碰硬只会更糟，什么时候保存实力比证明自己更重要。被误解时他忍，条件不成熟时他忍，大局未定时他忍。但有些东西他从来不忍，原则不退，方向不乱，用人不糊涂。你对照现实就会发现，很多人不是不会忍，而是忍错了地方。该忍的时候冲动，不该忍的时候委屈，把情绪当战略，把退让当成熟。而曾国藩是把忍耐当成一项长期布局。你会发现，现在很多人对忍这件事有一种极端的误解，要么觉得忍就是懦弱，要么觉得忍就是修养。但曾国藩的人两边都不是，他的忍是对局势的判断，不是对情绪的压抑。你忍是因为你算过账，你不忍是因为你守底线。而很多人恰恰相反，该忍的时候为了面子硬顶，不该忍的时候为了关系委屈自己，结果就是忍了一身病，却没忍来局面。曾国藩的人从来不牺牲长期方向，这是非常高级的能力，也是成年人最难学的一课。如果你今天只记住一句话，那就是曾国藩这一生从来不是靠爆发赢的，而是靠不崩、不乱、不走极端。他用一辈子的时间验证了一件事，一个成年人真正的竞争力不是某一次赢得漂亮，而是每一次输都没有把自己输掉。现在我们把这一切连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修身、用人、忍耐从来不是三件孤立的事。修身让他不被自己拖垮，用人让他不必一个人硬撑，忍耐让他在不利的时候活下来。这三件事合在一起，才构成了一个成年人真正的长期能力。所以曾国藩成功的真正秘诀真的不是努力，努力只是执行层，真正拉开差距的是他比别人更早明白，人生不是拼一时，而是拼不崩；不是赢一局，而是走得久；不是靠蛮力，而是靠结构。卢叔送你一句话，作为今天的结尾：一个成年人最大的能力不是能扛多少苦，而是能不能在失败中不断校正自己。这里是卢叔讲经典，我们下节课
再见。